Hello， 大家好，我是龙老师。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洪浩老师。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也是非常严肃的题目就是在最近美国的这个知名华府的智库叫做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那这个叫做 CSIS 这个是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非常依赖的一个智库而且呢，据说呢，参与这一次算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场兵推的人，包含了现任跟现役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官员，而且是高级官员就是将领级别的，有参与到这一次的兵推那这次兵推的主题呢是下次战争的首场战役就是下次战争它第一场战役就是说。美国已经算是从阿富汗彻底抽手了嘛，对不对？那下次战争它就已经设定的这个假想敌就是中国中共那首场战役就是会在台湾海峡开打这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确定的事情了然后呢，它进行了24个版本的被兵推那这里也是告诉大家了就是这个美国的兵推呢，不是说做爽的而已就是兵推真的不是说你一定是说你赢我一定说我赢对不对？不是它是针对了所有的可能性，然后收集到的这个，而且是以2026年那大家知道最有可能开打据说是2027年那如果假设提前1年开打的话，2026年因为就跟我们上次我们在讲那个第三世界大战不是一样嘛？对，我知道你2027年会完成准备。那我会等到2027年跟你打吗？不会我一定在你完成准备之前就要开打。所以美国智库讲的2026基本上就是以2027准备好作为前提。对，所以说这个进行了24个版本的一个兵推那我们呢就要来那个讲一下这次兵推的几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它的结论是中国会惨败。但是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地位也会遭到重创因为中国会损失很惨，但是美国也会很惨它的这个数字我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止他是说呢中国解放军大概会有1万多人的一个死亡然后美国呢有3000多人的死亡，台湾呢也有是3000多人的一个死亡这样子然后这个基本上中国的这个登陆船舰那个海军力量会在这一次的那个战役里面全面重创再也没有登陆的能力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台湾会被打成一个就是没有电然后很多主要城市可能会被打成废墟然后也是大量死亡嘛，对不对？那美国呢损失的是2艘航空母舰大家知道航空母舰它是美国最重要的战斗力嘛，对不对？2艘航空母舰跟100多台的这个战斗机这样子这个就是那个，甚至呢这次令我比较意外的是日本也会参战这个老师待会可以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日本一定会参战这个其实我之前已经有讲过了因为我们台湾也有进行兵推对不对？我们也是进行过了大概10几次的兵推吧是几乎都输几乎都是输的，唯一赢的只有1场所以说这一场的那个兵推就成为了我们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心但是呢它必须要搭配日本愿意把这个基地开放给我们用就是让我们的战斗机能够去那边先躲因为对岸它一定要速攻因为战争最重要的就是速度因为你时间拖长，你后勤补给不上，你就再见了。所以说，他必须要在短期间之内把我们的海空军的主力把它歼灭掉那我们的采取的做法就是，你要跟我打主力作战、歼灭战，我就不跟你打，我一半的飞机去打你，另外一半的飞机直接飞到那个日本的那个基地，甚至是美国的基地关岛横须贺这些的这些那个什么横滨那边不是都有基地嘛，对不对？飞到这些去，然后去躲。然后呢，再那个顺势跟那个美日的那个战斗机一起再来打这个空战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美日台的这个军演所以说这一次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设定了，到时候的战争是一个美日台对于中国的一个战争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假想敌那老师，你个人认为，你觉得会有这样子的发展吗？或者是说
真的伤亡人数真的是会压在比如说中国1万多，然后台湾3000多啊，美国3000多这样的情况之下吗？你觉得？因为以目前我们看的这份兵推哈，有一些立场我是赞成，但是有一些立场我个人就是比较觉得存疑的态度。第一个就是说呢，如果说是在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中国惨败海空军全灭的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第一个很简单，因为中国的空军的数量呢，目前的可战斗的一个数量大约是在1000多台左右，因为连同一些支援性的飞机等等，合计5000多台。对，那我们台湾目前可战斗的约莫是将近300台左右。对，那表面上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数据好像不对，中国是我们台湾的将近7倍之多，7倍之多，可是至少5倍战斗机嘛，对，5倍以上，那7倍之间，因为它其实这个数据其实一定会有隐藏，只会多不会少。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比例，中国的空军它还会全灭呢？好，我们第一个先讲，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中国它本身还有很多方面它需要预防。台湾只要防守西边，可是中国呢，它4面8方全部都要防。好，第一个，印度跟中国关系素来不好，那印度会不会趁机介入？背刺。二，越南。那越南呢，跟中国的关系呢，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铁哥们，对啊，但是跟中国民间情绪对中国情绪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是不好，而且南海争议，对啊，南海争议这一点，越南是绝对没办法接受，他不会让步的，没办法接受整个南海都是中国内海嘛，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代志。第三个就是呢，立场向来呢，我们说的非常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倒来倒去的俄罗斯，对，趁你病要你命，对不对？他敢说俄罗斯绝对不会去侵犯东北吗？你要看这是什么时候，你要看什么时候。俄罗斯从来都是看情况的，对，他从来都是看情况的对，假设说乌俄战争最后以那个俄罗斯的失败作为告终。那他需不需要有一个战场去把他的面子再找回来嘞？是不是？也许有这个。简单来讲，他不敢出动他所有的战斗机到台湾来了，他必须要预防这个北南，对不对？对，西南这样子的一个威胁。假设说只抽掉了1/5至1/4，那这个比例其实跟我们台湾的飞机就变差不多了，相当相近。对。那如果说又有兵推上所提到的美国的飞机的资源跟日本飞机的资源，日本战斗机跟美国战斗机都那我们的整个飞机的比例上是占有优势，就变优势了，而且不只是量跟值都是优势的，因为以值来说，美国的飞机的值应该是不用任何质疑。对。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日本其实如果今天真的给中国，他把台湾给拿下来之后，那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南朝鲜跟日本这2个地方，有可能我在整个东亚秩序的一个宗主国当中，我可能被迫要以中国为宗主国。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日本官方跟日本的民众，他的接受度如何？对，因为有一句话嘛，谁可以控制台湾海峡，就可以控制东亚。对，你从地图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今天日本跟我关系不好，我台湾海峡我可以不让你走，那整个日本它往南，台湾被拿下来的台湾海峡就真的变成它的内海啦。对啊，那我不让你走啊，你绕太平洋那边过去啊，可是你绕太平洋，你没有地方可以补给啊，对不对？好，所以说你即使绕了太平洋，你都还要看中国的脸色，因为中国以后就会把潜水艇停在花莲，停在些什么地方。对，可能呢你要绕也绕不过去，而且你要绕，就是说台湾如果被打下来的话，美国的防线就是第一岛链瓦解，直接推到第2岛链关岛，你要绕到关岛去吗？以后你日本人的东西不就很贵吗？对。那这个是日本。那第二个问题是，那再来中国如果再拿下了台湾的话，那钓鱼台的事情那就更好处理了。那日本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余地，你钓鱼台就一定要拿出来。有第1步就会有第2步，第3步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讲一下历史。老师，琉球其实是有资格独立的，是琉球王国，它是被侵略的，它是被占领的，对，它不是被殖民哦，它是活生生的被吞掉哦。对，我中国其实也可以去怎样煽动琉球独立运动，虽然这个煽动不太起来，按照现在琉球人的状况跟他的生活，他不需要理你。但是如果中国有心要弄的话，你日本其实是蛮麻烦的。我不要煽动你独立啊，我就先煽动你自治就好了。对。对不对？拿下那个自治权，
就可以重创那个日本在这个东亚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所以日本其实对他来讲，他的损失不会比美国轻，他错一步就有第二步、第三步，他必须得就像一盘棋一样，这一子没有下好，后面的3招全部都对，所以安倍才会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对不对？这一句话的最根本的含义就是说，我来帮台湾，并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日本的这个利益。因为中国如果拿下台湾，必然会成为东亚的霸主。东亚的霸主，那个南韩跟日本被迫他的宗主国就要从美国改成那个中国了。哦，那这个是日本怎样？哦，日本跟南韩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情。而且老师，我跟你讲，南朝鲜我不晓得，但是日本人有个习惯，我对日本算有点了解。是日本他会钦佩什么样的人？打败过他的人，没有打败过他的人，他是不服的。这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子。对。那你今天是打败台湾，然后就叫我听你的话，不可能的事情。日本人对中国人其实从来都不服气，包括我们就算是所谓的8年抗战打赢了，日本人就认为是今天是美国扔了2颗原子弹，还有苏联呢，我们毁弃了日苏中立协定，对我用兵，我才必须要投降。你中国，你什么看？我们在大战300回合，这个是日本人的想法。那再来就是说，第3个就是美日安保条约跟美韩安保条约，这是事实存在的。对，那美日安保条约，那等于是说这里就会有美军基地。那美军基地是不是日本领土？是啊。那你如果今天美国人会出手协助台湾，日本必然被卷入战争，因为很简单，你美军就从这里出发的。对，我能不轰你这个地方吗？我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处理的。所以说日本一定会被卷进去的，因为不管怎样，因为说实在的，那个冲绳是你的领土没有错，对，但是你可以阻止美军来帮台湾吗？那是你的基地啊，对啊，那是美军的基地啊，他要出兵一定会，他想出就是出啦。你要阻止他，你没办法阻止他，那大陆就一定会轰嘛，对不对？一轰下去，那是不是轰到你的领土？而且老师，轰到你领土，你要不要出兵？就是这样子。我认为这份这个我们讲的兵推报告可以再加一个东西，是南朝鲜。其实南朝鲜，然后就是南韩之前的那个美军的美军驻韩的那个，这是长久以来就有这个规定。对，他已经有讲了，我们会出兵，而且我们要出兵不需要受到南韩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而且呢，他不赞成，还是可以出兵。而且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南韩的美军司令部是可以接管整个南韩的武装力量，是可以接管。这个是安保条约里面写的东西，最高司令官就是美国南朝鲜的司令官哦。对。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是对。那如果说没把它放进兵推，有可能是说是要用来预防朝鲜的趁机的动作，所以这份兵推谁没把它算进去？或是说我们台湾的战斗机其实只要能够在日本的基地跟美国的基地就够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停那个韩国的基地、南韩的基地。但是如果今天南韩跟北韩它有默契，今天南韩的这个我们讲的它的空军如果在动手，这也是为什么中共的飞机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全面的都派来处理台湾的，顶多放1/4过来啦，那已经很多了，1/4就很多了。但是1/4如果是以1500来讲的话，1/4大概也是400-500台嘛，就大概是400台左右。所以说，真的如果以局部的话，其实我们的空军基本上是没有到劣势啊。你如果说整体啦，对不对？整体那当然，但是你有可能你1500架战斗机全部都过来打吗？我们只是现在急需要换飞机而已。对，我们的 F-16V 的那个购买66架嘛，就是最先进的战斗机。幻象2000有点像是鲨鱼机啊，那个3台坏了，把3台好的抽一台，现在变这个样子。台霸那个台霸杀肉机，台霸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关于海军的部分。那海军为什么会被全灭？好，我必须讲，全台湾只有17个地方是适合登陆，可以登陆的，其他地方呢都是一些军队难以登陆的地方，或者登陆要死伤惨重的。那你觉得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会废到这17个地方在哪里？他不知道吗？他一定什么鬼都装好了。最有可能的其实就是台北啦，台北跟台南、嘉义、新竹这几个啦，就是你好登陆。其实
我们用手指头都可以算出来嘛，对不对啊？你觉得他会绕到那个苏澳或者是台东登花莲登陆？那前提是他的海军要出得来。对呀、而且还可以绕到太平洋咯。哇，那表示那是我们的你已经优势了嘛，已经优势，我们的空军力量基本上被消灭掉了，或者是我们的雷达单位全部都已经再见了，你才有可能绕到东部去了啊。所以西部主要就是那几个登陆点这样子啊。那你全力去登陆，当然你可能到时候你可能会有上千架的这个登陆艇啊，登陆舰艇这样子。登陆的规模要10:1才能完成登陆，我方是1，对方是10，你才能够有机会获胜。而且你还要在这之前要把他们的空军要消灭掉，你要有空优的情况之下，你才敢这样子登陆哦。所以说，在台湾的这个将近1/2到1/3的这个战斗机，那个直接飞到这个美国跟日本的基地这个情况之下，保存战力的情况之下，那你要做登陆，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啊。但是老师，你会觉得说这个，比如说中国死亡哦，光死亡就是1万多人，然后那个美国3000多人，台湾3000多人，你觉得这个数字有可能吗？我个人认为呢，第一个，中国死伤1万多人就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我本人是不信的。因为我就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自己看普丁，他在处理这个乌克兰战争，他死了多少？对不对？这是其一。初估至少超过10万人。好，这是其一。对，那乌克兰也超过10万了。如果说今天如果习近平今天所期待的统一战争是用这样的，以中国的整个战损来说，是这样的一个低战损就能够结束，那我说真的，我个人不太相信，这是就不相信，因为这样子他就会弹劾或者是认输了。如果说你光是把他的登陆艇全部歼灭，你也不死1万。你假设他的登陆艇全部出发了，然后每一台登陆艇里面都装个10个人好了，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无人机或者各种的火力系统把它全部解决掉，这样一定因为有那个有舰啊，舰可能就几百个人。对，然后他的那个航空母舰群也会出动。对啊，那如果说在我们的兵推的数字，所以说它其实这份兵推有一点这个数字上有点对不太起来的地方。如果说它的舰艇全毁，如果说它的这些我们讲的登陆艇跟它的航空母舰群，还有它的空军全毁，这个损伤不会在1万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太美化了。就是有点，就是说低估了对岸的一个决心呐、这是因为对岸毕竟讲了很多次嘛，首战即决战嘛，那如果只有一万多人死亡，当然我们是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人死掉。然后它里面还补充几万人被俘，对，有上万个人会被俘掉这样子哦。他有写那个真实的那个兵推数字哦，他是说1万人阵亡，然后155架的军机被毁。然后被击落嘛，然后138艘的舰艇被毁，这是应该是他们兵推电脑兵推的数字。对，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数字应该不止啦，我说实在不止啦，怎么可能台湾死的人的数字跟美国一样？台湾死3500人，然后那老实说，我是3200。那老实说，3500人这个数字呢？这个除非它的整个作战，它的飞弹这些东西是相当的精准，只针对军事单位。对，但是中国的整个武器的精准程度有没有到这个程度？这个我就是一定会有误差、误射，因为我说实在的，它的主要的这个导弹方面，应该就是要瞄准所谓的军事设施、电力设施或者是交通要道。它要先让你的飞机先飞不起来。对。然后那个电力一定要摧毁。是说我们台湾的电力呢，也不劳他们摧毁，我们有小动物自己就会摧毁了。对松鼠啦哈。然后2020台湾的这个天然气据说要占我们的发电量的50%嘛，对。还要盖在桃园嘛，在对方的火炮射程范围内嘛。对，这都不知道他们。所以说什么东西？这个能源政策，我必须说，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战争而准备的哈，因为只要封锁台湾2个礼拜。对，我们的那个天然气就会全部用完。对，那不管了，反正因为它第一时间就会把我们那个高压电塔全部炸掉了，你就算有发电也没有用了。这个很合理，这个很合理。然后它里面有提到一些大都市被炸成废墟嘛。对嘛，就是说台湾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个台湾军队虽然没有屈服，但是也惨遭重击。
只能够奋力守护一个无水无电、失去基本民生运转、经济重创的一个岛屿。那是必然的啊。对，问题是这样子只死3500人，并预估台湾军队作战3周之后伤亡3500人，26张驱逐舰跟巡防舰全部都会被击沉。那很合理。也就是说，以牺牲台湾全部的这个海军跟几乎大部分的空军作为代价，惨胜啊！如果是以这场兵推来讲的话，惨胜啊，那这个我们付出的代价其实也是相当大啊，无水无电嘛，因为我们的水是不是需要靠电来驱动？对啊，没有电了，我们水就没有了。那请问一下各位，你可以过几天没水没电的生活？对，没水你一天就没办法。对，没水3天啦，大概也剩3天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要去买水塔了？啊，对。可是我们住大楼，我们没有水，我们水塔是够用。买一些桶装矿泉水放着。对，只能这样子，至少要能够撑个1-2个月。他说3周嘛，这份兵推说是3周，3周内会结束了。但我是觉得，那老师你觉得有可能吗？3周结束这个战斗？因为这场战斗，如果说以我的看法的话，这场战斗的结束方式呢，就有2种。第一个是当中国它完全已经丧失了所有登陆可能性的时候，它也不能再歹戏拖棚，因为这歹戏拖棚它会更糟糕。对，就是很多人就说，那他一定会跟你什么死磕到底啊，干嘛的？但是那第二件事情，你海军，你所有登陆舰艇都被歼灭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去那个？就像1949年有没有那个台湾这是在金门打赢的那场古宁头战役嘛，对不对？对啊，他就至少必须延迟1年到2年，再有力再来去那个进行登陆战。好，那可是你造舰艇不是说你真的可以下饺子一样子下，一天就可以下几十艘。因为其实，然后另外就是这场战争呢，也有可能会是美国见好就收。那我这里所谓的美国见好就收的意思是说，我跟你中国打仗，但是我已经把你一些必要的一些主力的东西，跟你未来有发展性未来的东西，把它歼灭掉了。那为什么美国要见好就收呢？因为你必须要避免中国用最极端手段处理事情，核子弹，对不对？对。如果说我今天我已经确定就是你给我逼到完全无路可走，对，有一句话叫做穷寇莫追啊，对啊，然后那个不要逼到狗急跳墙啊，那个围城必缺啊，你把城围起来，你要留一个门给他走。中国可能那这个时候的美国比较有可能会给中国一个很屈辱，但是中国这个我们讲政府它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就是可以活下来，但是你至少30年到50年内完全无法再跟我争霸的，对，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对，会给一个条件，因为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其实很大哦。你不要想说3000多人而已，3000多人已经是那个伊拉克战争一直到阿富汗战争这将近20-30年来的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了。然后在3个礼拜之内就要死掉3000多个人。其实3个礼拜死3000多个，而且里面还有包含了2艘的航空母舰。美国在越战20年也才死了5万多个，53000个人。对，20年哦，1955一直弄到1975。对，那应该说美国是1973正式退出。我们其实整个以越战在进行的期间，约莫近20年的时间。那其实这是5万多嘛，那他是这3个礼拜就要喷掉3000多人。如果按照他的数据的话，这个是很恐怖的。你如果把它放大到3年，这3000多人放大到3年是多少人？没错，所以说那中国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面有一个他的研究员叫做葛拉兹啊，葛拉兹他有说，这个军事行动呢将会立即破坏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啊，几乎所有进出口贸易将会被全世界加以抵制嘛啊，经济制裁必然，使中国经济面临急速崩溃的风险啊，因为中国其实它的经济成长其实大部分是靠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嘛，对不对？那我今天把你的出口断掉的话，你的经济就会砰，就是急速的崩溃啊。那所以说他预测中国会尽一切的可能避免与任何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如果要挑战那个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比起军事力量，中国更可能从工业跟经济面来进行着手。也就是说，他认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我说实在的啦哈，那个美国兵推，对岸也会兵推啊。
对，那真的会跟这个会差很多吗？其实我说实在的，这个数据虽然有可能会稍点对美国稍微美化，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蛮中立的一个兵推数据啊，因为你要知道这是智库哦，它不是党员，它不是共和党哦，对不对？它是一个智库，里面聚集的就是这些国防顶尖的这两艘航空母舰被毁，对美国其实已经产生它很大的我们讲的，不论是军事全球的那个自霸的能力，对，一定会受到，不论是军事或者是它的我们讲的霸权民生这些东西等等。那都是很大的影响。对，因为他有讲到美国的全球地位重创。对，你看看这2个航空母舰，一定是派他最精良的2艘航空母舰，就第7舰队的航空母舰。对，所以说他派的这个已经是最厉害的航空母舰了。我这2个跟你配掉了，我剩下9个航空母舰群，我还有全球其他地方要去呢。对，他的那个自霸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啊。那在这里也是要解释一下了哈，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兵推呢，其实有几个前提条件，这4个前提条件呢要满足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就说哈，日本愿意将它的那个军事基地让台湾可以进驻，对啊，那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应该是会愿意啊。应该是会愿意，因为他如果不开放，因为这个前提条件一定要成立，为什么？因为不成立，台湾就稳输啊。因为你一定要让我们的那个空军主力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啊。那如果不能躲的话，那我们的空军主力在3天之内啊，对岸最理想的状况之内，就是3天之内我们的空军被歼灭掉嘛。那3天内歼灭掉，那可能第4天就登陆了啊，所以可能第4天、第5天可能就可以进占首都台北所以说在这情况之下，日本必须要开放它的这个军事基地，让台湾可以在里面驻军尤其是这个战斗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第2个，美国在2026之前已经完成了对台湾的全面武装也就是说，接下来美国要把台湾当成一个军事的弹药库。那什么所谓的什么刺针飞弹什么无人机啦，什么弹簧刀啦，是不是？那我们最想要的什么海马斯火箭全部都会进驻了就是全部都会进驻了所以说接下来几年，台湾每年都要花非常多钱。你看我们兵役也提长到了1年了。对，其实蔡英文很不想让兵役延长，因为兵役延长是票房毒药啊。必然会影响到他的那个了因为你也知道一点就是你家里有孩子的，你要投给他嘛，就是这样子嘛但是你又不可能是美国的这个美国爸爸的这个要求命令于无物嘛，对不对他表面上是讲说没有美国的压力了，对，有可能吗？不可能对呀，没有美国压力，你敢吗？对呀，你敢吗？是不是尤其是这是，而且我还有一点一定要讲的就是民进党那边推那个所谓的那个教育改革，对那个无压力学习，对快乐学习，对然后你这无压力跟快乐学习教出来的这些孩子然后什么人权观念干嘛的，然后你叫他们去当1年兵，你觉得有可能吗？但是就是他们还是被迫要去当啦但是他们心里面其实是不爽的啦这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军队里面是没有人权的。这个军队是没有人权的，结果我学了一辈子的人权，然后还有什么在学校里面的那个什么快乐学习这些的，然后你叫我去当1年兵，我告诉你，这一定是对他的那个制度有影响所以说他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美国要军事化、武装化而且蔡英文他为了要让这些兵有一个等于是说，他为了要让这些兵对他的怨怼降低，他把那个薪水直接抬到26000。我就很担心，我们台湾往后还要支出这么高的一个军事预算，它一定会排挤到其他的预算。我们其他的部分那你就自求多福了。所以说，那这些预算一定是拿其他的，比如社会福利或者是经济发展的费用去补嘛，对不对？对啊。那我们1年的国防支出呢，可能会高达5、6千亿，这可能是跑不掉的那第3个要件就是
美国其实哈，就是很多大陆的网友们呐哈，或者是小粉红们，其实他都来留言呐，来呛啊，是不是？他就说啊，美国在台湾海峡是打不赢解放军的。哎，对。那就不要。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说美国航空母舰群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海面，才能够进行那个航空母舰群的这些作战嘛，对不对？但是美国压根就没有要跟你打台湾海峡，它在台湾的西部就可以用远距作战的方式进行精准打击。而且其实站在美国的立场，美国不是要进攻中国，美国是协助防御。协助防御，他是协助以台湾关系法为名义来协助防御。他进你台湾海峡干什么？对啊，他也知道他进台湾海峡对他不利啊。他窝在太平洋就好了。所以他的所有的军演，大家有没有发现都在台湾东边海域，然后接近那个菲律宾那个地方，对，就是这样子啊。他根本就不需要进到那个台湾海峡去跟你那边打那个就是什么统辖间之战，有没有？我把你引进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很狭隘的那个峡谷，然后就把你干掉，对不对？因为中国的海军跟它的空军的数量当然是不如美国，但是中国的陆基炮台跟它的岸防炮这些东西是相对廉价的东西。你只要航空母舰进来，他就用那个东西，用那廉价的东西一直弄。所以我在台湾，他在台湾东部海域，然后隔个几百公里，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嘛，这些他的那个 F-35、F-22。等等，它的战斗机都可以进行那个视距外作战，而且是几百公里外就可以精准打击了。所以说，它不要进去那个台湾海峡了哈，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真的逼到美国要进入到台湾海峡去帮台湾作战，那个时候美军已经是成败式的，他才会这样做嘛。那第四个要件就是台湾的军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顺利的将那个对岸的登陆的这些行动阻绝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岸上面，在这4个要件齐集之下，就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概在3个礼拜左右结束这场战争然后伤亡呢，中国是1万多人然后1万多人被俘，台湾呢3000多人，美国3000多人但是美国也有讲到，它两艘航空母舰会被击毁这个其实是重创这是重创。你看想想看，一个航空母舰上面有多少人？因为第7舰队好像就三台航空母舰，2艘还是3艘？3艘，我记得是2艘。对，而且是那种就是精英战力，你知道吗？那精英战力要损失的话，其实很严重。然后日本也会有100多台的这个战斗机那个被击落，然后数十架的那个舰艇被摧毁，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台湾是全毁，对，中国也是全毁，对这是我们不想要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就是不是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料定你绝对不敢来就之前独派都会犯这种错误嘛，对不对？放心啦，他们绝对不敢打啦，对不对不是，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你看泽伦斯基，多么胆子多么大，真的普丁就给他敲下去了。对，所以说你这个不要以为说他不敢打了他都已经设定了就是要打了，知道吗？就是要打，所以说你没说他不打，所以独派就不要想说中国绝对不敢打但是统派也不要想说美国绝对不会来我告诉你，如果你可以确定美国绝对不会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不是就投降了，对不对？如果美国绝对不会来，那我们就投降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最有可能的，的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其实站在美国的立场来说，美国的底线一直都在，台湾关系法的底线一直都在，两岸不能够片面变更现状，这是它的底线所以说，你如果入侵了，那就是挑战底线了嘛，对不对？那中国的底线是台湾不能独立，对那台湾的底线是台湾必须拥有实质独立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其实我觉得台湾没有底线，因为台湾的底线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夹缝中，我们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变成我变成两边都不讨厌的形状，一下子中华民国在台湾，一下叫中华台北，反正名字很多，我们只能够在2个国家的争斗之中，我们呢扭曲我们的形状生存，就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的选择，其实是我一直在讲好像最近侯友宜也有讲到像这一句话讲的算是蛮有智慧的。他说台湾不能作为强国的棋子，有没有？有时候在这句话其实哪里有那个，他就是在讲美国吗？是不是？他没有讲强国是谁。
中国是不是强国？是啊，是啊。美国是强国？是啊。他只是说我们不能做强国的棋子啊。也就是说，台湾最好的战略其实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对啊，其实还是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然后呢，两方都不会愿意来打，然后让台湾维持现状啊。然后这可能是我们目前的最佳的一个战略的条件，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洪老师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哈。这个节目呢，我们本来只打算做20分钟。后来讲了30几分钟嘛，因为的确这个兵推的内容呢，其实是真的讲得很详细的啊，因为过去他们兵推的内容没有那么详细的哈。那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雏形跟大概，当然最机密的部分不会让我们知道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2026或2027年，假设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啊？我们感谢洪老师。如果你对这影片有任何的意见或评论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说你想要让我们讲什么样的主题，也欢迎来这个留言啊。那真的要帮我们多多订阅、按赞、分享啊，让我们有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感谢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罗文好公民频道已经开启加入会员功能咯，只要加入会员，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会员专属影片。那如何加入呢？只要点击影片下方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会员功能，就可以看到许多的专属会员的功能介绍哦。制作影片非常不容易，需要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